背叛了我们的婚姻，他出轨了。这个是我跟你解释了很多次，就连你身边的朋友、你身边的那些兄弟，还有我身边的那些姐妹，他们都知道了。甚至我的姐妹还跟我说，小海旁边有一个这样的女孩子，她说好像他们两个的关系好像有一点不太正常，你稍微注意一下。当时我朋友跟我提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孕期还没有生第2个孩子，我当时我直接就回他们，不可能的，我老公很爱我，他不会背叛我的，你们说的话我绝对不会相信的，我只相信他一个人。慢慢的时间久了，我就发现他会经常一出去就是2、3天，跟我解释的理由就是他要出去工作。后来有一次我帮他去交他的那个话费单，我发现了他那1个月的话费将近有500块钱。我说不可能会收这么多，你们肯定是算错了的。一打出来，我看到那些，当时我真的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想。就那一个陌生的号码，频繁的通信，感觉好像他们一天到晚都没有断。我们只是聊得来的朋友，比较投机嘛，可能是聊得多了一点。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朋友能够让你一天那么久的电话，半个小时、1个小时，基本上天天都有，除了电话就是短信。我觉得这应该是热恋中的男女才应该会有的情况吧。我其实当时我都还是憋着的啊，你没跟他谈？我希望他是那种会自己回家的男人。后来他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你做了什么？就是有一天我的那个朋友突然打了个电话过来，然后当时我们在看电视，怕影响他嘛，我就跑到那个洗手间里面去接电话，他就跟过来了，他就明明是做贼心虚，非说怕影响。我当时我就质问他了。我说你当时是给谁打电话呢？因为他平时所有的业务来往，所有的电话他都不会背着我接的。基本上他所有的事情他都不会瞒我，而偏偏他一接到那个电话，马上就蹦到厕所去了，这不明显他心里面有鬼吗？我特别气的质问他，我说你当时是给谁打电话呢？他就在那支支吾吾、支支吾吾的。最后我实在气不过了，我直接把电话抢过来，我就摁的那个号码，我就回拨过去了。结果那个女孩子直接就讲。他喜欢我老公，他也喜欢他，他们2个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这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也许可能，哇，你行啊，外面的都敢摊牌啊！我杀他们俩的心都有。不值当，不值当。我当时我就带着孩子拿着东西，我就回娘家了。是在一起了吗？没有，我们就是朋友关系。单纯的朋友关系，你会那么频繁的介绍他的工作吗？人家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奋斗也不容易。但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还给他送花呢？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送花是这样子的，是因为我们在外面做一个演出，刚好那个女孩子那天过生日，我们现场就是有观众跟上面的演员送了花，大家开玩笑，就是来的那一束别人送上来的花去送给她，不是我自己的本意去买了花送给她。那么多的男孩子，谁去送不行啊？非得要你去送？不是我们关系比较好吗？那我再问你，我听你兄弟说，你有好几次，你跟他2个人一做完活动就双双消失了，你的那些乐器，你的那些衣服，全部都是你兄弟帮你拿回来的，你知道吗？那个是他当时演出的时候突然肚子痛，我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经常突然肚子痛啊？那不是经常，有那么几回是吧？你不觉得你作为一个有家室的男人，这样频繁的对一个女孩子好，是很不合适的吗？就是因为这些，所以你选择了跟他离婚是吗？我已经原谅他过1次了，就在我第1个孩子那个时候查出来是腹壁裂的时候，我到医院里面去做了引产，医生的那个针打下去，我真的当时我的心情都快要崩溃了。我作为一个妈妈，我真的难以承受。偏偏在那个时候，我还在做小月，他竟然跑去跟他的前女友去约会去了。不是约会，也是人家过生日，然后什么都是生日是吧？你就狡辩吧你。当时她也是刚跟她男朋友分手嘛，然后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希望我能够去陪她过生日。对，你倒是挺博爱的，对老婆是薄，对别人是薄。我们只是朋友关系，我们真的没什么。只是朋友关系，那为什么我从你回来的行李里面，我发现了一张7天连锁酒店的会员卡呢？你怎么解释？那我们到外面去，肯定得要睡觉啊，不可能说不睡觉啊。大家都看到了吧？
这样的一个男人，我要如何再去信任他呀？好好好，这恰恰是我想问的。婚也离了，干嘛你今天还来呀？我其实还是看在孩子的份上。是看着孩子，还是自己放不下？都有一点。好，他描述的是事实吗？我也不解释吧，我觉得我再度的解释，他可能觉得我你错在掩饰没错啊？我今天既然过来了，我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离了也有差不多半年时间了。当时离的时候可能觉得很解脱啊，有着这种感觉，但是现在我才发现，其实我的生命中真的不能没有你。是你生命中是不能没有我呀。你想想看，结婚5年来，什么事情都是我在做呀。哎，我再问一句哈，那个频繁打电话特别好那个女性朋友现在在干嘛？我们现在也不怎么联系。我们两个离婚的最直接的原因，可能还是由于他吧。然后我自己确实就是说，这段时间我反省了很多。我们两个离婚了以后，你还跟他在一起了2、3个月吧？你是不是跟他觉得跟他在一起，你的生活不再是以前那样了？你没有那么轻松的，你才回来找我的呀？不是那样的。他的2次背叛都是在我孕期。我真的很想问一问在座的老师，就是说，当你们处理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所有孕期出轨的男人都是值得女人原谅的？我是不是应该原谅他？我为什么要原谅他？就是实际还处在一个迷惑期里，是吗？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们这段感情。接下来难题就留给你们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不想说你们该怎么做，我举2个我听过的或者见过的例子给你们听吧。我当年在安徽播新闻的时候，有一天，那是一个民生新闻，把我吓着了。一个女人在我们当地的一个5星级酒店，从28楼直接跳楼坠下，然后在她跳楼的那个房间，一个女生被杀死在现场。经过警方的调查，是因为这个女人怀疑她先生有外遇，从美国她在陪读，专程飞到合肥，从老公的手机里调到这个女孩的电话，把她约到了我们当地的一个酒店里。之后在酒店里到底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最后一幕我记得很清楚，调出酒店的监控，是电梯关上的那一瞬间，门还夹了那个女生一下，然后电梯打开之后，她去敲那个门。进去之后再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他给自己的哥哥发了一个短信，说我终于找到那个女的了。这个女人杀了人，而且她自己没命了，她的孩子还在美国，一个14岁的孩子还在美国读书。从此之后没有妈妈了，而父亲是一个间接杀死妈妈的凶手。我觉得这个孩子，我不知道他未来的成长会什么。这是我经历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我萍水相逢了一个女孩，当时她跟我说到她非常痛苦，有一段时间情况跟你们很相似。她说她发疯的每天晚上开着车到各个酒吧夜总会去找她的老公，哭着求他。你刚才一直在问一个问题，问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选择原谅，还是不会选择原谅？我现在帮你问一下我后面这几位观众，你们会选择原谅还是不原谅？他们说的，不是我说的。那是因为他们太年轻，还没有婚姻，还没有经历婚姻，还没有孩子。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就是男生他一直都没有认错，他一直没有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有多过分。我现在不能去判断说你跟那个女生一定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想有一个关系它一定是存在的，那就是你和那个女孩之间的暧昧。
你冲上台去献鲜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老婆和你的孩子呢？你跟他一起出差，打着那个漫长的电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但是直到今天，你依然保持的态度是什么？还是只要不承认，我跟他之间就没事儿，我只要不承认，我就没有错。但是你是一个男人，你已经是个爸爸了。我觉得当你敢于面对自己过去的错误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有机会去改正。你如果还是不停的在说老婆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没有任何转机的。为什么我们看到周围总有一些中年男人在事业稍微好了点之后总是会有二婚，二婚之后又觉得婚姻不满意，又要回去找自己原来的妻子，这不是犯贱吗？不放着好日子不过，要出去，出去了又要回来，为什么？因为在他没有离婚之前，他知道女人操持家不容易，他知道女人生孩子痛，他知道女人心里过得苦，过得孤独。但是只有他离了婚，跟了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之后，他才知道原来女人生孩子是那么痛，女人操持一个家是那么难，女人过的日子是那么的苦。我现在都不知道赵川你在微信上的那个微信号是谁？那天应该是你回给我的，就是我在山西面馆吃面。哎，我回给你的，知道吧？对，我当时我在北京录节目，酒店楼下一个山西面馆，我就点了一碗面，点了一瓶啤酒，然后我拍了一个照片，在微信上朋友圈里发了。我上面就写，这个在外出差，老婆不在身边，这个一碗小酒啊，一碗面，老婆你吃了吗？他在后面回了一个酒虽冷但暖了心，对啊，话虽少但暖了妻子的心。为什么有些男人早想不到这一点？你的良心被狗吃了。你在外面吃饭，你吃饱了就想想老婆有没有吃；你在外面冷了，你就想想老婆有没有冷；你在外面过得好，你想想老婆这个时候过得好不好？你为什么不能想想呢？你那个时候的心被狗吃了，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你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悔改。当你想跟那个女人打电话的时候，你想想老婆，你就不会打。你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悔改了，哪怕是今天到这儿来，你都不应该辩解。你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回来了，但你放弃了。我以前经常说这句话，我很久没说了。好吃不过家常饭，知冷知热结发妻。犯一次过错是暂时的遗憾，因此而错过是一辈子的遗憾。我一直以来的我的自己的原则就是，出轨一次都不能原谅，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可是基于他今天的表现，我真的很失望，很失望。我内心非常真心的希望他能够早点理解这一些。张光北老师有一次来做节目，有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人的这一辈子过的就是那么点真情实意，如果连这点真情实意都没有，那就是畜生。”我还想跟这位小杨女士说一下，刘晓庆最近结婚了，这是她的第4次婚姻吧？我回看了一下，应该1、2年前杨澜对她的采访，刘晓庆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长女性的志气。她说：“我这辈子的所有婚姻，都是这个男的追的我没办法了，必须强迫我跟他结婚，我才结婚，否则我根本不需要婚姻。我过得很好，我有爱情，有朋友，有事业，有一切。我干嘛在爱情这点事情上折腾自己呢？”我觉得我不是说你不要婚姻，我觉得是学习这种潇洒的态度。为什么一定要觉得这个人就是我的一切？哪怕他是你孩子的父亲，他也不是你的一切。将来，他即便跟你在一起了，你也无法把控。所以做好你自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过好自己的每一天，这是最重要的。有一天你要骄傲地告诉他，有没有你，我一样过得很好。我会做到的。徐姐那段话我特别赞同。我觉得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请记住，你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人，要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生活方式。恰恰越是在婚姻当中有独立人格的人，我看到的婚姻是更稳固的，全部是分享，没有对错，因为对错已经在人心了。接下来的黄金60秒，想说什么就发自内心的跟对方说吧。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老婆，很久没这么叫你了。我今天有勇气站在这里，我觉得刚才那个老师说的很对，就是说，作为男人嘛，就是要敢担当，既然自己敢做，就敢承认。这一段时间以来，
每天回到家里面看到空荡的房间里面，然后以前都有你呀、有仔仔啊，然后现在一个人回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真的混蛋。看到仔仔的面子，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次机会。我是真的觉得我的生命中，我是真的还是爱你，我不能没有你。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好，这1分钟完全被先生的认错和哀求占用，我们没有听到女生在说什么，不重要了。两位，请交换你们的昵称。请关门。给你拿起手里的保鲜器。你们认为他们2个人复合的可能性有多大？觉得大的请选赞成，觉得不大的请选反对。有69.23%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复合的可能性哈。来，女生，你选择的是？我觉得他俩不可能复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的认错态度不是怎么特别的坚定，我总觉得他还会出轨。谈过恋爱吗？谈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男朋友欺骗了你，会疯吗？我不会，我会自己活得很好。来，姑娘，你选择的是什么呀？我选择赞成，因为我觉得女方她还是爱那个男方的，然后觉得男方虽然认错态度不是很坚决，但是我看到他很希望他的妻子回去，他还渴望得到家庭的幸福。好，谢谢你哈，这就是观众大概的一个想法，最终要选择的是他们自己。那个箱子当中，他们有什么秘密是藏着对方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来，5、4、3、2、1，请开门。我不能死你。这是这个节目有史以来的第1回。男生，如果女生不愿意，请你把手放开。你是被他抱回来的吗？对。自己想走吗？我看还是矛盾。这是不是违反节目规则，跟变魔术一样？那跑那儿去了？对。他可以绑着人家不走的。对。所以你把手放开，你自己来选择，留还是走。主持人，我有个要求可以吗？你还提什么要求？什么要求都可以，不准唱歌啊！然后我最讨厌唱歌的，我告诉你，他破坏一切的规则，在生活里你破坏家庭规则，在我们的节目里你破坏节目规则。我来看看女生留的是什么。你自己读一读吧。这是2张全家福，是我对于咱们这段婚姻最美好的记忆。希望你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爱，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原谅我，让我们回到曾经的爱情岁月里。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不喜欢想要回头的人唱歌吗？因为我觉得唱歌这个方式最没有诚意，又想用那些原来
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5、4、3、2、1，请开门。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声音叫口是心非。来，有请2位。这就算自己的选择了，不是被绑架回来的。以后还错吗？一定不。